所谓画饼，就是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描绘在一张纸上面，让你把这个画上去的玩意儿当成现实来看待，并且还他妈让你吃下去。当你吃下去的时候，你发现你吃的不是饼，甚至不是纸，那是一坨屎，俗称翻车。在游戏行业，这些年我们游戏玩家被画过的饼就太多了，随便加出来一个那都是重量级的。这些翻车游戏后来的现状，有的好有的坏。你就比如说战地2048吧，虽然2048的首发价是灾难，但是它打折卖给你39，那就绝对是正儿八经的3A 顶级神作。再比如说20年的赛博朋克2077，虽然这游戏3年前首发时它确实烂得着不住，但是 CDPR 通过3年不断的更新，不断的修复，成功的让我这个曾经碰都不想碰的玩家，直接一口气在2.0版本玩了127个小时，成为我心目中迟到的年度最佳。只不过第3人称依然是这个游戏最大的痛。还有星空，我还是无法忘记 TGA 星空没有拿到任何奖项时，陶德脸上的表情是那么的让我赏心悦目。当时让我升级电脑时那股子轻松愉悦劲儿了啊！星空我自己也玩了40多个小时，虽说游戏确实没有烂到非常离谱的程度，但他现在的多半差评是绝对对得起陶德给我们画的饼的。别着急，等一下我还把陶德单独加出来拷打。如果只是这仨游戏，我还不至于做个处刑视频。某种程度上，不光包括我，其实大多数玩家已经对这仨游戏早就持包容的态度了。平时该骂完还得接着玩，让我真正忍无可忍、无需再忍的是他妈最近一个烂逼游戏，唤醒了我那尘封已久的痛，我直接是遭不住了。我今天就顺便把这些个逼游戏嗲出来，全部公开一一戳心，让我们来看一下当年给我们画饼上线之后翻车的那些游戏现在都怎么样了。如果我讲到的这个游戏曾经让你抓狂啊，请你在弹幕上打出坏游戏让人放。第一个加出来处刑的，那就是荣登年度世界之首的浩劫前夕了。我属实是没有想到，可能连 IGN 自己都没想到，10月份刚给年度杀手骷髅岛黑盒崛起打了3分，给了年度最烂游戏称号之后，在即将结束2023年的12月份还能跳出来个浩劫前夕。 IGN 巡视着，你就不能等1个月再发售，当一下2024年的年度最烂不行吗？你这样搞得我的年度评选很没有权威。但是浩劫前夕肯定不服气噻，那谁知道2024年还有没有像23年这种群雄争霸的局面呢？那必须在23年当一手老大哥噻，这样才会显得咱们小西西有实力。IGN 1分，要知道这1分不是浩劫前夕的极限，那是 IGN 评分系统的极限。如果要我说这浩劫前夕有什么可惜的，唯一可惜的地方那就是它嘎得太快了。从正式发售的公司宣布破产倒闭，仅4天，在快阵档子赛道上它是真有东西啊！就连5星评论家麦克阿瑟都说道，如果再给浩劫前夕这个游戏几天的时间，说不定他真的能创造奇迹，把三国杀从差评榜第1打下来。而我自己对这个游戏的看法，我反正感觉我是幸运的。浩劫前夕发售的那几天，我刚好感冒了，没有很关注这个游戏，所以也没有玩到这个游戏。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因祸得福吧。而浩劫前夕这个游戏的最终结局和未来走向，也将在11月22号那天定格，因为游戏服务器将在那天关闭。这个游戏也成为了游戏史上少有的没有未来的游戏，就是说它连长线运营的机会都没得了。我只能说，它可能不是靠宣传片骗钱最早的，但它一定是靠宣传片骗钱最成功的。让我们把坏游戏让人放打在弹幕上，浩劫前夕慢死不送，愿天堂没有庞氏骗局。 Fuck you。同样是生存游戏，同样是靠宣传片圈钱。今天视频的第2位主角，他的圈钱手段就显得非常的高超，因为他不光把玩家的钱圈到手了，还把我都骗了。最让我咬牙切齿的是，这个游戏最近还上架了Steam，还是粉丝私信我说看老辛，你当年大卫推荐的游戏终于上架Steam了。我直接是一手大卫震惊我妈一整年，属于这何止是骑在玩家头上拉屎还管玩家戒指，这简直是骑在玩家头上拉屎还管玩家戒指。接下来让我为大家陈述一下当时的情况，有请受害人海大西发表讲话。时间2020年夏天，那个时候的我还是一个清纯的、腼腆的、内向的、害羞的、单纯的、善良的、没有经过社会拷打的阳光大男孩啊！酷爱玩生存游戏。无意间我看到了一个银星号的推荐，了解到 Data Matter 死亡物资这个游戏，然后我第一时间去某游戏平台去观看了一手游戏官方的开发入座视频，一看我就被这个游戏折服了。大地图山传、载具改造系统、房车系统、改枪系统，我当年这么存奇的小伙子，我哪见过这种阵仗啊！我直接花了200多参与的众筹，并且反手一个推荐视频就发出去了。这里真的，首先给当初是因为我关注到这个游戏的玩家和观众们道个歉，真心对不起，真是白瞎你们的眼了。然后游戏我也买了也玩了，当年众筹价格200多卖普通版的，现在Steam卖79，我就仿佛像那个
不是大冤种啊，说大冤种都侮辱了大冤种，就仿佛像那个大傻逼一样。至于游戏内容，我都已经没有力气去喷他了。他就好像一个刚开始学习做游戏的学生，在这做一个练手的项目，然后发布到网上，受到了大量关注，然后很多人还投了这个项目的感觉。原来王多鱼是我自己。现在这个游戏在 Steam 上是多半差评，我就想问一下，这20%的好评到底是谁给的？到底是不是这个游戏花钱买的好评？如果换成别的游戏，早就被骂的工作室宣布解散了都。但是这个游戏居然还能活着，我只能说国内互联网的记忆还是太短了。然而国外老铁就记得很清楚，直到最近都还有国外老铁在声讨这家开发商，大多数声讨的视频都是类似花了900多万$开发的游戏却是一坨屎。最让人稀罕的是，这个游戏公司还要诉讼这些个视频作者们，这不就等于别人那里捐的钱来告你吗？结果闹到最后还不是游戏老板在网上宣布道歉。但是这其中有一点让我感到很奇怪，因为网上收到的数据显示这个游戏众筹到的资金是400多万$，但是我看到这位视频作者他宣称游戏收到了包括众筹在内的950多万$的投资，这多出来的400多万是哪儿来的？在我了解了之后，我大为震撼。我此时此刻的心情跟这位观众的心情大致是一样的，也可能是这个游戏唯一带给我的乐子了。至于这个游戏的本身和这个游戏的官方，你别看我在视频里面这么平和，其实我在私底下早就骂过无数次了。这次我就不惯着各位了，让我先来，我操！好了，现在你们可以把坏游戏 Run Run Funk 打在弹幕上了。Holy shit! 那么接下来我又不得不带桃的头像出来挨打了。辐射76啊，这个游戏发售那会儿，我刚开始当 UP 主不久，身边刚好有2-3个小伙伴是忠实的辐射玩家。那时候我还不懂为什么他们玩的游戏要笑着玩，看起来好像一点悲伤也没有，我羡慕极了。然后他们建议我玩辐射4，我也不是很懂。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我还真是刚入行就见证了巅峰，因为毕设在辐射76这个游戏公关上做的事情，放在整个游戏界那都是前无古人后也很难有来者的存在啊！由于事情过去了许久啊，这游戏现在更新的也还不错，所以难免会有很多游戏的笑子。在我一一列举陶德和毕设的罪证之前，请把保护打在弹幕上，谢谢。让我们首先来看看陶德对于辐射76的预期和宣传是怎样的。It is 4 times the size of Fallout 4. All new rendering, lighting, and landscape technology. November 14th. Have 16 times the detail.如你所见，排山倒海但似乎还能忍受的 bug， 以及绝对无法忍受的游戏漏洞，催生出来了无数作弊的玩家，无限隐身，无限负重，这些都算小场面，无敌锁头才是作弊的节操。然后毕设的神操作来了，先是对这些作弊玩家一顿封禁，然后给他们呢全部发一封邮件，邮件上说，只要你愿意写一篇关于为什么使用第三方作弊软件对在线游戏社区是有害的文章，我们考察之后是可能对你的账号恢复的，俗称写小作文。媒体和玩家都吓麻了，很快毕设就不再给作弊玩家发这份邮件了。但是更要命的漏洞被玩家发现了，在辐射76里边有个开发者房间，这个房间是无法通过正常的游戏手段进去的，里边放的都是些游戏现在或者未来最好最顶尖的道具啊！没错，这个房间被玩家攻破了，这是属于严重技术漏洞的问题，放在别的公司可能就是非常棘手，有必要的话可能需要关闭服务器或者下线一段时间的游戏。但是在毕设的脑回路或者说陶德他的脑回路，他不一般的嘛，这种简单的问题直接谁有最好的道具我就封谁不就行了吗？就好像等于说是你玩抽卡游戏，你抽到了全服最好的角色，但是你咔嚓一下子被封号了，你说你退钱？没关系哦，咱必须得想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直接在那个开发者房间搞一个标记，哪个玩家来过这个房间就标记他，不就行了吗？根本拦不住他。我是说那些进开发者房间的玩家，你看啊，有小孩进一次开发者房间，然后利用复制 bug， 一次性可以倒腾好多顶级道具，然后拿出去再转移到别的号拿去卖，卖是可以买好多小号，不亏，完全不亏，亏是不亏，但是毕设遭不住了的嘛，发邮件发给那些小号，给我问你好啊，只要你说出来你是怎么进入这个地方的具体方法，跟我们修复这个漏洞啊，我们就可以给你的账号解除封禁啊，如果没有收到你的回复，我们将继续封禁，要快点喽，只有4天。
我估计当时正儿八经知道进房间方法的那些人看到这个邮件应该也是懵的。他一向都这么直白吗？他好耿直哦，我真的，他人还怪好嘞。最离谱的是，如果说以上这些都不足以激起你的怒火，那么辐射76的豪华预购典藏套装装甲动力版，图片上显示的背包明明是看上去质量做工还不错的帆布背包，但是收到货的玩家打开的却是它甚至还有线头，这就好比我去楼下2元店买的蛇皮口袋，然后换了辐射的印花，再把它卖给游戏的骨灰级核心粉丝一样。毕设对此的回应是：价格太高了，我们没有办法制作，我们不打算做任何事情补偿你们。然后引起了公愤，毕设终于扛不住了，于是特别补偿那些花了200多$购买装甲动力版游戏的玩家$5的游戏货币。$5可以买什么啊？买东西啊。在哪儿买？我是说，可以买什么？在我的游戏里，对，在我的游戏里消费。可以买什么？买动力版。什么？对吧？买个白色动力座驾行吗？买不了，就是那个白色的那个，就买不了。我操！虽然辐射76的发售是游戏界的大灾难，但是现在辐射76通过长线运营已经好起来了，至少从一头完全不能玩的到现在还算可以的Steam 有5万的特别好评，可以说过得还算滋润。不过我个人猜测，欧美玩家是不是因为辐射76的发射灾难，让他们对匕首新游戏的发售都不抱有那么大期待，以至于我们国内对星空首发都是骂声一片的时候，外网却毫无波澜，甚至是 Steam 还给星空颁发了2023年最具创意游戏玩法奖。这叫什么？这就叫只要对生活的万事万物抱有感激之心，你看什么都会是美好。我也持相同的态度。在这里，我要感谢星空，在40多个不多的游戏时长中，感谢星空让我这种对 RPG 看剧情没有耐心的玩家重拾耐心，让我一口气玩了127个小时的赛博朋克2077，以及终于能玩进去503 CDPR 和我，由衷的感谢您，感谢星空，让我这种对刷宝游戏毫无兴趣的玩家领略到了刷宝游戏的乐趣。虽然在星空中我刷的不过瘾，但是您驱动着我找到了恐怖黎明、流放之路这种顶级的刷子游戏，顺便还回味了一波无主之地3。感谢星空，让我意识到时间真的可以改变一切，让我对一些曾经不大看好甚至恶心的游戏可以重新的审视它们，这其中就包括曾经被骂是骗局的无人升空。正所谓一经诺万物生，可能无人升空当年怎么也不会想到在遥远的2023年会有人替他沉冤昭雪吧。没错，无人升空就是我今天加出来说的最后一款游戏。但是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发售之初被骂得那么惨，无人升空却不忘初心，7年来没有上架过任何除本体额外的收费内容，硬是从商业诈骗把口碑拉到了游戏界长线运营的楷模。看了看前面的经络，那就让他落吧。而你，我的朋友，你才是真正的星空。是我意识到的太晚了，原来真正的星空早就在我的 Steam 库里边了。那么视频看到这里，我亲身经历的几个画饼翻车游戏现状都已经看完了，直接做虚假宣传，圈钱的浩劫前夕和死亡物质以及发售时是灾难，如今却过得都还不错的辐射76和无人升空，其实还有很多类似。不过我觉得比如圣歌呀、红霞岛呀、一星求生这类，其实都是我们玩家对他们的期待过于高了，所以没有拿出来说。不知道我视频里边提到的这几个游戏有没有引起你的共鸣？如果有的话，请你给我赏个3连；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分享分享那些你曾经被哪些游戏画过的笔，以及它上线之后怎么样了，它的现状又是怎么样的，把它分享在评论区。视频最后叠个 buff， 本视频不接受任何时光战士。如果有些游戏以后变好或者变坏了，请注意视频发布时间，以及本视频99%的内容都带有 UP 强烈主观观念。如果您看不惯要给某个游戏洗白呢，那就别看。我这话是专门说给孝子们听的，家人们不是千万别对号入座。那么我是海大星，挂了，拜拜。